心灵暖流。人穷不交三友，落难不求三人，会心识人论人生。在人生的旅途上遇到的伴侣将影响我们的旅程，我们更应精挑细选，远离对我们的成长和心灵造成损害的人。人穷不交三朋友，落难不求三种人。让我们深入探讨如何谨慎选择伴侣，以免在人生路上迷失了自己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人穷不交三朋友。充满负能量的人。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那些充满负能量的朋友，他们总是抱怨埋怨，将消极情绪传递给身边的每个人。与这样的朋友交往，往往会让我们感到心情低落，能量逐渐被抽走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充满了动力和热情，却不断听到朋友的负面评论和怀疑。这样的交往可能会让你的信心逐渐受损，影响你的前进步伐。相反，与那些积极向上、鼓励你成长的朋友交往，会给予你力量和支持，让你更有信心追逐梦想。因此，当我们选择交往的朋友时，要懂得警惕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，他们不仅可能影响我们的情绪，还可能阻碍我们的成长和发展。和那些能够积极影响你、鼓励你向前迈进的人在一起，让你的人生充满正面的动力和能量。同病相怜的人。人生的路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同病相怜的朋友，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似乎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他们同样经历过类似的困境。然而，过度沉浸在同病相怜的情感中，却可能使你无法走出低谷。这种关系就像是两只鸡互相拖垮，互相加深了对困难的感受，却无法给予对方真正的支持和鼓励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在工作中遭遇了挫折，而你的朋友也正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中，你们可能会彼此叹息、抱怨，但却难以给对方建设性的建议或正面的动力。相反，如果你选择交往那些能够给予你积极能量的朋友，他们可能会鼓励你看到问题背后的机会，帮助你重新振作，走出困境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有能力为自己带来正面影响的朋友，而不是让彼此陷入无休止的抱怨中。所以，即使是在困难的时候，也要谨慎选择与谁交往，远离那些只会让你沉沦的同病相怜之友。不求上进的人。人的一生中，不断追求进步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却不求上进，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毫不关心，这样的交往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。与不求上进的朋友交往，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舒适区，不再有进取心和动力。他们可能会不断鼓励你停滞不前，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不再有追求。相反，当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积极向上、有上进心的人，我们会受到他们的启发，不断挑战自己，追求更好的未来。不求上进的朋友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都在努力学习和进步，而他们却总是无所作为，这种落差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和不安。因此，在选择朋友时，要选择那些有上进心、有目标的人，他们会成为你的榜样，激励你不断向前。总之，人穷不交三友，其中之一就是那些不求上进的人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失去动力和方向。相反，选择与那些有上进心、有目标的人建立关系，他们将成为你成长的动力和支持。落难不求三种人。看不起你的人。人生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看不起我们的人，
这样的人可能会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对我们施加更多的压力。与这样的人交往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和心情，因此我们应该谨慎选择与谁建立深厚的关系。当我们遭遇困难时，真正的朋友会在我们身边支持和鼓励，然而有些人却会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加以嘲笑或看不起我们。这种态度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更加无助和沮丧。与这样的人交往可能会让我们失去自信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。与看不起你的人交往可能会限制你的成长和发展。这些人可能会不断地对你表示怀疑，不相信你的能力和价值。相反，与那些能够欣赏你、支持你的人建立关系，会让你在困难时感到温暖和鼓舞，更有勇气克服困难。在选择朋友时，我们应该避免与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交往，他们的存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力和负面情绪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寻找那些真正关心我们、支持我们的人，与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伏伏。2. 背叛你的人。人生中，我们有时会遇到背叛我们的人，这是一种令人痛苦和失望的经历。在选择朋友和伙伴时，我们应该特别谨慎，避免与那些可能会在我们困难时离弃我们的人建立深厚的关系。背叛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，无论是出卖秘密背后重伤，还是在我们需要帮助时离我们而去。这样的人显然缺乏真正的忠诚和友情，他们更可能会在关键时刻离我们而去，让我们感到孤单和无助。与背叛你的人交往，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失望和痛苦。我们本来对他们抱有信任和期待，却没想到他们会背叛我们。这种经历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人际关系的信任，使我们变得谨慎和保守。选择朋友和伙伴时，我们应该避免与那些可能会背叛我们的人建立深厚的关系。我们应该寻找那些真正忠诚和值得信任的人，他们会在我们困难时坚定地站在我们身边，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。与这些人建立关系，才能确保我们在人生的起伏中不会感到孤单和失望。总之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应该谨慎选择与谁建立深厚的关系，避免与背叛我们的人和看不起我们的人交往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寻找那些真正忠诚、支持我们的人，与他们一起共同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。3. 曾经帮助过的人。人生中，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帮助他人，无论是提供帮助、支持或是友谊。然而，有时我们可能会发现，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，在我们自己陷入困境时，却无法得到同样的帮助。这种现象让我们深感失望和无奈。曾经帮助过的人，却无法在我们需要时伸出援手，这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包括他们自己的困难、局限性或是对我们需求的忽视。然而，这种经历提醒我们在帮助他人时不应期望回报，而应该纯粹出于善意和同理心。尽管我们可能会感到失望，但我们也应该学会原谅和理解。每个人的处境和能力都有所不同，有时他们可能无法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帮助他人，而是要明智地选择我们帮助的对象，并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学会自己为自己创造支持和帮助，不依赖过多于他人，而是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和资源。这样，即使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无法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，迎接挑战。总之，曾经帮助过的人是否在我们需要时回报帮助，不应成为我们帮助他人的条件。
我们应该心怀感恩，但同时也要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。人生的旅途充满起伏，我们需要学会坚强和独立，并寻找那些真正愿意伸出援手的人，一同前行。人生如一幅绘画，充满了各种色彩和人物。在我们的旅程中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，有些是值得珍惜的朋友，而有些则是让我们领悟人性或人情的教师。谨记人穷不交三友，落难不求三种人。这并非冷漠，而是保护自己的智慧。与其让那些不利于我们成长的关系束缚我们，不如放手，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间去追求更美好的人生。保持正能量的圈子，选择与我们志同道合、能够相互支持的人为伴，这将是我们走向成功和幸福的关键。最终，我们的人生历程是一场自我成长和发现的旅途。在与不同的人交往中，我们学会了珍惜真挚的友谊，领悟了人性的复杂性。让我们用智慧和善意去识别和选择，让人生的旅程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智慧与幸福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